当郑丽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主席握手的同时，东西方主流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位新任的国民党女党魁在中山陵下高呼我是中国人，似乎她就是那个能让中国统一进程加速的真正推手。但是未来的结局早已注定，统一不会因为郑丽文而加速，甚至她没有意愿推进统一大业。作为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30余年，历经街头狂飙与权力争夺的政治人物，郑丽文所谓的亲中姿态，实质上是一次次极度精密且冷静的政治对赌。其实郑丽文今天的政治选择，是她过去30年政治累程的积累。当我们回顾她的过去，就会明白为何郑丽文不愿意统一，也没有能力推动中国统一。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本期视频，我们就跨越这半个世纪，将这位台湾政坛极具争议的政治领袖，从其身世渊源、治实重构到当下的战略图谋，进行一次深度的分析和探索。个体的政治底色，往往在青年甚至童年时期的家庭餐桌上就能形成。1969年11月，郑丽文出生在台湾省云林县口湖乡，成长于台南市东区京中三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南部军事眷村，而塑造他最初世界观的是他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郑清辉。郑清辉出生于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县镇泰镇，在民族成分上属于彝族。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绝续的边缘。郑清辉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挺进缅甸的热带丛林，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过殊死搏斗。在那段极其残酷的丛林作战岁月里，他不仅见证了国家的破碎，也用鲜血铸就了极为坚定的中华民族认同。1950年代初，郑清辉随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继续在陆军服役，最终以政战少校军衔退役。在京中三村简陋的平房里，父亲呢反复讲述着抗战故事与远征军的记忆，成为郑丽文童年最深刻的启蒙。这种带有大中华色彩的家国情怀，像一颗种子埋在他的意识深处。他的母亲则是云林本土人士，这种外省父亲加本省母亲的家庭结构，在当时的台湾社会极具代表性，这赋予郑丽文跨越族群视角的天然敏锐度。他既能理解外省老兵对故土的无限乡愁，也能共情本省基层民众对土地的深厚依恋。可以确定的是，郑丽文口中的中国情感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是可以通过具体人生历程加以印证的。在他成长过程中，父亲军人作风灌输的中华民族荣辱观，这种观念让他在面对大是大非时，天然排斥那种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而他对血脉故乡有着实质性的追寻。多年前，郑丽文与丈夫骆武昌曾亲自跨越海峡，返回云南镇原县郑家村祭祖。在当地留下的影像中他与大陆长辈亲戚交谈，观赏故乡美景。这种基于血缘与宗族的寻根之旅，彻底夯实了他的文化认同。在2025年国民党主席选举的激烈交锋中，面对党内不同派系的审视，他毫不避讳地公开强调自己是云南普洱人，是彝族后裔，也是云南的儿女。在当时岛内去中国化思潮泛滥的政治高压下，这种公开的身份认同展现出了他对中华民族身份的极度自信和认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正值冷战的高峰期，国际上美国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正处于关键阶段。台湾作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成为抵御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地缘支撑。经济上，台湾借由承接美日产业转移，迎来了著名的经济奇迹。
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可是与经济腾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岛内的政治体制依然处于高度封闭的戒严状态。国民党凭借万国年会维持着绝对的统治权力，社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对于成长于此时的青年一代而言，物质的丰裕与政治权力的匮乏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这股压抑的能量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将原本拥有深厚大中华情结的军眷子弟推向了反叛体制的街头前沿。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同年，郑丽文考入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就读法律系。台大不仅是台湾学术的殿堂，更是政治思潮交汇的风暴眼。进入台大后，郑丽文迅速展现出非凡的政治组织与演说能力。他担任了台大大学论坛社的社长，这是一个汇聚了当时最具反叛精神与理想主义青年的意义社团。1988年爆发的520农民运动中，年仅18岁的郑丽文站上街头宣传车，面对聚集的群众公开发表演说，言辞犀利地炮轰国民党是最可恶的统治者，甚至在当时的激进氛围中高喊推翻国民党暴政，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唯有大家团结起来，站在一起，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有翻身的一天，我们才有可能推翻国民党这个暴政，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社会。这一刻，他正式贴上了绿营学运明星的标签。真正让他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是1990年爆发的野百合学运。当时，自1949年以来从未全面改选的国民大会，不仅拒绝顺应民意，反而自行通过了延长任期与增加出席费的自费条款。1990年3月16日，数千名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发起静坐绝食抗议。郑丽文作为学运的核心领导层之一，参与提出了4个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提出政经改革时间表。野百合学运的成功不仅终结了万国年会，也让这批学运世代成为了民进党急于吸纳的政治新星。大学毕业后郑丽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民进党，并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1996年，他代表民进党参选第3届国民大会代表，在台北市第1选区以58000余票高票当选，正式踏入了体制内权力的核心圈。1999年，他升任民进党国民大会党团副总召集人，次年出任民进党青年部副主任。客观而言，从1988年到2000年，郑丽文在民进党内可谓顺风顺水，前途无量。他为何在2002年突然与这个亲手栽培他的政党彻底决裂，并最终转投昔日试图推翻的国民党阵营？我们好好聊聊这段由绿转蓝的巨变。这里恰恰是理解郑丽文从政至今政治逻辑的关键节点。要探究其真实的动机呢，必须进行具体的时间线还原与深度剖析。2000年，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赢得了大选，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从街头反对者一跃成为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者。权力的滋味迅速腐蚀了当年学运时代的理想主义，敏捷地察觉到民进党在获取最高权力后，非但没有履行推进社会公平与法治建设的承诺，反而将民主异化作为操弄群族对立、巩固派系利益的工具。2002年的10月，轰动全台的涂醒哲田耳案爆发了。当时亲民党立委李庆安指控民进党籍卫生署代理署长涂醒哲在 KTV 对男子进行性骚扰。在事实尚未完全厘清的阶段，郑丽文基于对权力的监督惯性，在电视节目中对涂醒哲进行了负面批评和揣测。几天后案情反转了，
李庆安承认认错了人。民进党高层为了维护执政颜面与整肃内部意见，迅速动用党纪，以诋毁党内同志、影响党形象为由，对郑丽文记出了停权处分。这一处分成为了压垮郑丽文对民进党认同的最后一棵稻草。他在随后的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民进党开除他真正理由是因为他坚持用过去民进党高举道德标准来检验现在的执政党。他拒绝在电子媒体上为民进党犯的错误护短、硬熬。郑丽文随后主动宣布退党，并痛斥民进党已经连犯错的勇气都没有了，彻底沦为一个傲慢的利益集团。深究其理郑丽文退出民进党的真实动机是法理精英对帮派政治的绝望反叛。在台大法律系受过严格程序正义训练的他，被规则与契约，视规则与契约高于一切。他当年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破坏了宪政契约；而2002年他反对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要求他放弃是非判断，进行无条件的人身依附。对于具备极高自尊心与知识分子底色的郑丽文来说，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帮派逻辑是对其人格的严重侮辱。他的战斗内核决定了他绝不容忍背叛，一旦组织背叛了初衷，他便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在此期间，台湾内外宏观环境也发生了巨变。2001年，中国大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世界工厂的狂飙突进时代。全球资本与产业链不可逆转地向大陆转移，台湾经济的增长动力开始深度依赖大陆市场。可是执政的民进党却在李登辉两国论的余脉下，试图通过政治手段人为切割两岸的经济自然融合，导致台湾内部陷入长期的政治内耗与经济停滞。同时2001年的911事件促成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的反恐战争。华盛顿对台湾任何可能引发台海冲突的冒险举动均持严厉的压制态度。在这种世界经济交融的浪潮中，郑丽文清晰地看到，民进党那种无视地缘政治现实、一味迎合民粹的路线，将把台湾推向极度危险的边缘。他逐渐认识到，台湾的生存不能建立在虚幻的意识形态口号上，而必须回归到理性的战略平衡与经济合作中。这也为他日后接受连战邀请加入国民党并出任文传会主任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心理基础。但是如此撕裂的政治转变也证明了郑丽文的内心深处只想成为一名政客，他的理论、他的行为、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资源、把控力量。在这样的路线中，台独或者统一只是工具，乡愁和民族只是幌子。任何在政治生态中能为郑丽文所用的资源和机会，他都不会放过。经历过两极的人是不会相信所谓意识形态的神话的，权力才是政治人物追求的终极目标。双轨的话术体系下，郑丽文能够从一名冲锋陷阵的街头战将蜕变成为统领100年大党的战略操盘手，其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他极度完整且跨越全球的顶尖学术训练。他的教育背景不仅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更重塑了他的底层思维逻辑。1987年进入台大法律系，是郑丽文政治思想的基石。当时的台大法律系名师荟萃，学术氛围自由且充满批判性，法学的严谨训练使他养成了以宪政框架和程序正义来解构政治行为的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他对两岸关系法律定性。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9·2共识，正是因为他从法理上认同中华民国宪法本质上就是一部一中宪法。在他看来，只要在宪政法理上两岸同属一个国家，那么统一或者交流就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需要的只是政治上的智慧与妥协罢了。大学毕业后呢，
郑丽文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1990年代初，他远赴美国，在费城天普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在天普大学期间，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少数族群权利与国际人权法领域。这段经历极大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不仅关注岛内汉族群体的权利分配，更学会了从全球少数族群保护的视角来反思台湾内部的身份政治。对郑丽文政治理念重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时期。剑桥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这里他脱离了台湾岛内狭隘的蓝绿视角，开始站在全球大国博弈的棋盘上俯览台海局势。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生存的策略必须建立在对实力无比精确的计算之上。任何无视大国权力结构、盲目挑战现状的行为都是愚蠢的行径，很可能招致毁灭性的打击。在剑桥的学术洗礼下，郑丽文深刻地意识到，台湾夹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其生存的空间狭窄又脆弱。民进党为了选举利益而不断煽动抗中保台、挑衅大陆底线的行为，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是极度缺乏战略理性的。这种从理想主义者就是他早期非常刚猛的青春风暴，向现实结构主义者就是现在这种利益至上、圆滑妥协的蜕变，也使他坚定了必须通过与大陆恢复政治互信、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来确保台湾实质安全的信念。虽然如此，郑丽文在精神内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在政治斗争的喧嚣之外，他翻译了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全球新政》。同时，他与台湾思想界、文学界，如朱天心、唐诺等人，保持着深度的交往。这种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社交圈，为他提供了一个避免政治异化侵蚀的精神锚点。正是基于上述深厚的法学底蕴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训练，郑丽文在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后，精心打造了一套极具政治技术性的双轨话术体系，将台湾民族的本土诉求隐秘而巧妙地嵌入到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但实际上还是以台湾为核心，所谓遵从9·2共识等等联系大陆的政策不过是手段罢了。在面对大陆及国民党深蓝基本盘时，他高举中华民族的大旗。在2025年党主席选举中，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要让全部的台湾人能够自豪自信地说，我是中国人。他谒陵南京中山陵时，强调两岸血脉不可分割，并且在北京的政协会上重申坚定9·2共识，反对台独，明确提出了两岸应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轨理论精准契合了大陆对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底线，成功为国民党赢得了大陆的政治信任，并顺手换取了丰厚的10项惠台措施红利。而面对台湾省内的选民，尤其是对大陆抱有疑虑的中间选民与年轻时代，他又娴熟地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他强调国民党的政策是保台湾、保和平，指出在台湾我们不只要照顾保护2300万台湾人民，我们更有责任维护区域和平。他将防务预算的合理性与经济民生挂钩，通过这种转换，他把宏大的统一议题巧妙地降维成生计与安全的议题。这种双轨设计巧妙地进行了两面讨好，具有极高的政治算计。他以中华民族为外壳，获取外部安全保障与经济红利，再将这些红利转化为台湾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而实质上的维护了台湾的本体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外界会产生强烈反差的原因。表面上他是两岸统一坚定的鼓吹者，实质上他是在利用这套话术体系，从大陆套取经济资源与和平空间，用以壮大国民党在岛内的政治资本，并为台湾争取最大的地缘转圜余地。但是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
除了10年如一日的喊话，除了中山陵哭坟表演，郑丽文并没有做出哪怕一点实质上推进两岸统一的行动。甚至除了中华民族以外，他没有明确提出哪怕一点统一的只言片语。正如上文所说，郑丽文学习结构实用主义，贯彻结构实用主义，而他的目标只是用大陆的红利来换取台湾的政治地位，打击竞争对手罢了。虽然郑丽文访问大陆轰轰烈烈，但是从马英九之后，两岸10多年的对峙，如果一个在野党派领导人突然投怀送抱，大陆舆论不可能给予如此积极的态度。郑丽文访问大陆的行程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在于他加入国民党后长期与大陆交流，并借此打造了人设。在2025年受连战邀请加入国民党，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跨界，更是国民党试图吸收外部新鲜血液，改变刻板形象的一次尝试。初入蓝营，他凭借犀利的口才和对绿营选举套路的熟悉，迅速成为文传会主任与党发言人。到了马英九执政时期，他更是一跃成为行政院发言人，成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政策的首席辩护者。在那个被他称为鲸鱼返乡的时代，他坚定地主张利用大陆庞大的市场规模来反哺台湾本土的产业升级，这也为他日后处理两岸经济贸易议题积累了最初的实务经验。可是国民党的政治机器历来有着极其复杂的论资排辈与派系互撕的传统，从李登辉时期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到后来连战宋楚瑜的恩怨，这个100年老党更像是一个基于利益结合的松散联盟。作为一个出身绿营、没有显赫家族背景的外来者，郑丽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扮演党内战将或者政治侧翼的角色，无法真正融入决策的核心。2018年短暂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后，他一度在党务系统中边缘化了。真正将他推上权力巅峰的是台湾岛内与世界宏观局势的剧烈震荡。时间推至到2020年代，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发生了范式转移。在科技领域，人工智能的爆发让全球产业链陷入了对高端算力的极度渴求。台湾凭借台积电等企业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与封装领域的绝对垄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嵌入格局。一方面，台湾通过提供 AI 核心硬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科技霸权深度绑定。另一方面，台湾的电子代工巨头依然深度嵌入东大的制造体系，极度依赖大陆的基础零部件供应与应用市场。这种经济上的互锁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缓和，相反，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上台以后，疯狂推行以美谋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挑起朝野对立。2025年，台湾政坛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罢免风暴，朝野陷入了最撕裂、最仇恨的残酷绞杀。国民党连续3次在大选中失利，党内士气低迷，财务极度困难，甚至连党工的薪水和诉讼费都要面临断炊的窘境。传统建制派的软弱退让，让基层党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正是在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危机氛围中，郑丽文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极端爆发。2025年10月，他正式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打出了脱胎换骨改革的激进旗号。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代表传统深蓝与体制内经验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郝龙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数十位退役将军的背书，主张稳健守成。而郑丽文则化身战斗派，主张强势对抗与在野整合。这场被媒体称为6人参选正好对决的选战异常惨烈。郑丽文施展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没有去迎合传统的官僚体系，而是直接诉诸于基层党员的求变心理。他以非权贵子弟的草根形象，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高强度的议题操作，成功塑造了自己最懂绿营、最能打仗的人设。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作为一个曾经高喊台湾建国的前学运分子，竟然奇迹般地获得了前黄复兴党部主任纪麟莲等少壮派军系力量的鼎力支持。他精准地抓住了老兵群体对台独引发战争的恐惧，承诺要让台湾人自信地说出我是中国人。最终在投票率仅为 39.40% 的冷清大盘下，郑丽文以65122票高达 50.15% 的得票率完成逆袭，成为国民党史上第2位女性党魁。但接掌大选只是考验的开始，作为一名以微弱优势当选的弱势党主席，他立刻面临党内地方诸侯如卢秀燕、侯友宜的观望与防备。外界纷纷预测他将陷入令不出党中央的死局，同时国际社会的重压也随之而来。在就任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面对外媒记者逼问是否将支持台湾防御预算提高到 GDP 的 5%， 以迎合董王特朗普的要求时，郑丽文强势回击，请问全世界哪个国家愿意将 GDP 的 5% 花在军费上？德国有吗？这种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表态，虽然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惹火了部分欧洲驻台机构，却在岛内赢得了厌恶无底线军购的民众的喝彩，成功将外部的质疑转化为了内部权力的粘合剂。他通过建立跨派系的集体领导班子，并引入了青年力量，勉强稳住了国民党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2026年4月，郑丽文开启了震撼世界的和平之旅，赴大陆进行高层会晤。为何是这个时间点呢？这场访问的背后隐藏着郑丽文的政治算计。此时的世界局势正处于一个秩序崩塌的火山口。2026年2月底，中东彻底失控，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爆发了卷入整个区域的2026中东战争。美国被迫将萨德导弹系统、爱国者导弹，甚至远征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大量战略资产从印太地区抽至中东，陷入了严重的战略过载。在台湾岛内，赖清德当局挑衅路线将台海推向了兵凶战危的边缘。解放军正义使命2025等高强度军事演习形成了常态化的战略压制。更为致命的是经济冲击。美国智库彭博经济研究发布数据，一旦台海爆发了冲突，将蒸发全球约 10.6万亿美元的 GDP， 台湾的经济萎缩程度将高达惊人的 40%。 在这个地缘政治权力真空中，郑丽文看准了民进党的死穴，所以果断出手了。他带着国民党访问团跨越海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相隔10年的历史性握手。他从这场会晤中拿走什么了？他带回了大陆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10项措施是一份精准定向的政治大礼包，推动福建沿海同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桥，全面恢复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空中直航，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建立了便利机制，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甚至允许台湾影视剧和微短剧在大陆平台播出。而大陆给出的真正核心红利是确立了国共两党常态化的沟通机制，这等于向全台湾宣告，在民进党拒绝9·2共识的前提下，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唯一能够与北京有效对话，为台湾获取经济活水的政治实体。这就是这场赌局的真实成本与收益了。郑丽文支付的成本是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认知战和红色代理人的抹黑攻击。时代力量甚至咒骂国民党已成为随附组织，但他获取的收益却是战略性的。他打出了一个一石三鸟的政治算盘，通过访问大陆巩固摇摇欲坠的党主席地位。国民党被民进党清算党产后，每月面临上亿元新台币的开销，财务濒临破产。郑丽文通过这10项惠台措施，实质上掌握了两岸经贸红利的分配权。那些原本对他持观望态度的地方派甚至基层诸侯，
为了选票和生计，只能选择向他效忠。他用经济资源的导入，有机会化解令不出党中央的危机。另外，利用大陆可以对赖清德实施战略钳制，郑丽文将宏大的独统议题巧妙地降维成了一道关于民生饭碗的民生选题。当这10项惠台措施摆在桌面上时，赖清德陷入了绝境。如果民进党强行阻挠台湾农渔产品输入，或者阻碍两岸直航，那就是在公然砸碎基层选民的饭碗，坐实了为了台独不顾民生的恶名。如果民进党捏着鼻子默许这些政策落地，那就等于承认了国民党的政治功绩，让出了两岸议题的主导权，最后是剑指2028年的大位。郑丽文的目光早就越过了2026年的地方选举，他知道要在2028年掀翻赖清德，国民党不能仅仅是一个反对者，必须成为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执政预备队。通过这趟访问，他向处于焦虑中的台湾中间选民和企业证明了一件事：在美国自顾不暇，日本即将自我毁灭，只有他郑丽文能够稳住台海局势，保住台湾的经济命脉。如果这场赌局他赢了，他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君临台湾政坛，蓝白合的筹码将完全由他掌控，甚至可以直接向2028年的大统领宝座发起冲击。如果输了，被绿营的法律战彻底绞杀，或者因为年轻选民的身份疏离而败北，他依然可以退守国民党的历史神主牌，成为蓝营不朽的精神战神。除此之外，没了。一切真正朝着两岸统一的举措、意愿甚至期待都没有。我们不要忘记，郑丽文公开宣称，我反对任何形式的被统一，国民党的责任是维护和平，而不是推动统一进程。所以郑丽文根本不在乎明天是否统一，他是一个极致的理性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高明的借势者。他将我是中国人的表态和对9·2共识的坚持作为一种交换政治信任与经济红利的入场券。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在中国与美国的巨国博弈中，利用台湾在半导体与 AI 产业链的关键地位，为国民党套现最大的政治资本。虽然郑丽文有勇气进行两岸破冰之旅，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国民党内部并不同心，郑丽文所展现出的整合能力尚需考验。如果他连国民党内的地方派系与两岸路线都无法完全统一，更不要想去整合整个台湾社会了。如果党内都无法解决，那么他该如何赢得28年的大选呢？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在过去10几年发生了巨变，希望两岸统一的民众比例已经大幅下降了。当他赴大陆交流时，时代力量、台湾激进等泛绿营政党立刻将其抹红，指责国民党已沦为中共的统战样板。在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保台政治正确与绿色恐怖下，郑丽文试图推进统一的任何实质动作都会被轻易转化为绿营选举的动员燃料。视频到这里，我除了分析郑丽文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生涯之外，还有的就是对国民党的深深怀疑。回望2005年，当时同样是在野党主席的连战开启了震撼世界的破冰之旅。当时的国民党同样面临被陈水扁当局边缘化的危机。连战通过与大陆高层的历史性握手，不仅确立了国共交流的政治基础，更开启了随后8年马英九时代两岸经贸大合作的黄金时代。郑丽文与连战、马英九等人在历史的光谱上都属于典型的工具性统一论者。这一类政治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受过西方的精英教育，深谙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他们清晰地知道台独是一条必死之路，为此愿意在政治话语上向大陆底线靠拢，但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台湾岛内的选票体制和美国的战略掣肘，无法也不愿意推动实质性的政治融合。他们最擅长的策略就是用和平发展的时间来换取台湾的生存空间，
用大陆的经济让利来填补自身的政治选票。这一类人在两岸剑拔弩张的至暗时刻，总能充当减压阀，为紧绷的台海局势按下暂停键，为无数面临战火威胁的平民百姓争取到宝贵的喘息之机，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福祉。这是他们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但是从战略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这种只经不正、只取不予的工具性策略正面临着越来越狭窄的生存空间。在1990年代，台湾尚能凭借经济优势维持军事；在2010年代，国民党还能用模糊的话术维持平衡。但在2026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全方位碾压与解决台湾问题意志的空前坚定，大国博弈的容错率正在急剧清零。历史的洪流是无情的，任何试图将两岸关系当作单纯的国内选战筹码，试图在复兴的巨轮面前永远玩弄平衡木走钢丝的游戏，终将面临被时代彻底清算的风险。郑丽文的这场豪赌，以其无与伦比的胆识和精算，为国民党博取了眼下的生机，也为台海争取到了暂时的平静。但在浩浩荡荡的国家统一大事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面前，单纯依靠政治话术和利益交换搭建的临时避难所，终究能支撑多久呢？这不仅是郑丽文个人的政治考卷，更是整个台湾在世纪大变局中必须直面且无法逃避的终极拷问。我是武仁，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观看、点赞、留言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